在在武渔村的第5个村庄，一个意大利才有的酷东西。我们要去米兰了，哈哈。我们要去武渔村，因为今天是这几天里面唯一一个晴天。我们现在在武渔村的第5个村庄，它叫 Rio Maggiore， 然后这里的海超级蓝、超漂亮，但好像不能下去。我想要去可以下去海边的地方。我们到有海边的地方了。这里叫我完全不会念，但是它好像叫 Monte Rosso。这里你们看都是人，超级多人。我本来想说可以在海边 chill 一下，结果一点都不 chill， 超吵的，还有巨大海鸥。我们现在在 Portalino， 然后这里。我 uncle 说这里是富人度假村，然后这里就有很多这个游艇，可以就是你可以租，然后会有人开那个游艇，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去玩。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要坐游艇，我们坐在这里喝调酒 ，Cheers。在这家我不知道它怎么念的，我不知道它名字怎么念的餐厅。然后这是我3个礼拜前订的，超级幸运，竟然订到。大家都说它 CP 值很高，它评价超级高的。然后听说蛮不好订的吗？但是我订到了，哈哈。毕竟欧洲人比较没有这种抢位置的文化。它是一间大部分主打是海鲜的餐厅，希望他们好吃。你们看这个虾虾，亲亲。我要来挑战这个生蚝。我以后还是不要挑战生蚝好了。我觉得整体上它的东西还不错。如果就是生的海鲜的部分，我觉得满分5分的话，我给3.5。主餐的话，就是这些 pasta， 我觉得都还不错，可能有4分。然后我觉得它用餐环境还蛮好的，应该有5分。面包很好吃，面包有4.5分。早安，今天是在米兰的第3天，然后我报名了一个做意大利面跟开心果，不是开心果，冰淇淋的课。我不确定它在哪一个角落，我太难了。我来问一下。Excuse me. Do you know where is the cooking class towns of Italy? Yes. Next on the television. Straight. Okay, thank you. You see the television? Yes. Next on the television. So Okay. go straight. Okay, thank No you. problem.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他说在电视的后面，可是电视后面是围起来的，我也不知道。因为他刚还跟我说你好漂亮，用中文。他现在给我们试吃他刚做好的青酱，然后它超级新鲜，有草的味道。Okay. Oh, sorry. Maybe with a little bit of light more.
下课了，然后我们拿到一个这个证书，这个烹饪课。比起我之前上的，我觉得它没有那么专业。我自己比较介意的一点是，就是我之前参加烘焙课都会谁做什么就吃什么，就比如说这一份是我做的，我就是吃这个。可是他就把大家弄在一起，然后一起煮，然后再分给大家，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切的形状超完美，然后结果我吃到一大堆破掉了，我就很不爽。就是一个感觉问题，而且我会觉得还有一个是卫生的问题，就是每个人手这样子直接揉，也没有戴手套什么，然后这样分给每个人，就是你就也不知道你吃到的那个是不是那个做的人的手干不干净这样子。整体来讲，还算是一个还不错的体验，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想要上烹饪课而去的话，我不推荐。如果你是想要交朋友的话，我蛮推荐的。然后这个蜜蜂很想跟我当朋友，我没有很想跟他当朋友。拜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一个其他国家的时候，就会想要买他们的超市的东西。我超级喜欢逛超市，就算我没有买东西还是什么，我还是一定要逛超市。然后这个 Italy 就是一间我很喜欢的意大利超市，然后它在巴黎也有，它在巴黎的话是在马黑区。然后这一间我还没有去过，但是它应该很好买，它的东西应该都差不多，它都是一些意大利的东西，然后是比较高档一点的。我要来手刮意大利面回去。我在这里找到我的双胞胎樱桃耶，跟你们分享一个意大利才有的酷东西——节瓜花。这个超级好吃的。很多餐厅会炸它，然后或是把它做在意大利面里面，我觉得很好吃。然后通常如果是炸的话，它都会加 mozzarella cheese， 然后这样子把它炸起来，对，很好吃，就是酥酥的，然后有那个它的口感有一点像金针花，但是味道不太一样。最喜欢的天使面，超多的，而且它，反正天使面的，它是叫它，好，我不会念。我想起来了，刚才上烘焙课的时候，那个老师有教我念，它叫 tagliolini， 对，它真的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而且你们一定要买那种这样卷卷的。就是你如果是买一根一根直直的，就是台湾买那种就不好吃。对，啊，好开心哦，买到我的天使面。跟你们介绍这个超级好吃的，对，就是它是意大利南部的一种香肠，然后它是抹酱的形状，辣味的像抹酱软软的那种香肠。很好吃。我们在意大利点的冰淇淋，优格口味好吃。然后scacciatella，我还点了西西里的开心果，就是咸的开心果。我喜欢。好，这一家是好吃的哎。完成我们的大采购，我们买了橄榄油跟松露酱，还有松露橄榄油，还有很多的意大利面，好快乐。今天是米兰的第4天，然后我们现在在古堡后面的广场，我们要去吃晚餐。然后那边有人，不知道你们听不听得到，在唱歌，超级大声的，不知道他用什么奇怪的扬声器。我根本没有看到人，但是他，好，我们现在要走过去看他唱歌。他们在唱那个 Bella Ciao， 然后之前我常看到就是很多广场都会有人在唱那个，然后他们就会围在那边跳舞。虽然我 uncle 说的是骗观光客的东西。Oh partigiano, amiga, oh bella ciao, bella ciao, bella ciao ciao, oh partigiano, forza mia.
我们现在要去我们的餐厅，跟你们分享这个东西。Uncle 点的巨大的肉。Uncle 说原本这个东西应该是用猪肉做，但是现在大部分的地方都是用牛肉做。大象耳朵，它是肉，就是一小块肉，然后它把它打得很扁，然后因为它的形状很像大象耳朵，所以它才叫大象耳朵。它看起来很脆，哦，它真的很脆耶！大家要来，是一个肉球。我上次在拿坡里吃到很好吃的，所以我这次点点看，不知道这里的好不好吃。因为我拿坡里朋友跟我说那是源自拿坡里的一道菜，所以我不知道在米兰吃到会不会好吃。它跟拿坡里的完全不一样，好失望。这个就是一个很一般的肉丸，因为拿坡里的那个番茄酱是超级新鲜，感觉就像现做的番茄酱，你还吃得到番茄的碎的那种。但是它这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肉丸配很普通的番茄酱。妈咪的细扁面，我觉得它的面质还可以，但如果蛤蜊没有沙子的话，0分。我们现在吃完晚餐了，然后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这一间有冰淇淋。我跟妈咪都蛮困惑的啦，就是我们觉得这一间为什么会有冰淇淋呢？它的东西非常的好，而且 CP 值真的不高。我们刚刚结账是168欧元，大概7000块台币左右。Uncle 点的那个大象耳朵蛮好吃的，然后提拉米苏还不错，但是牛西的番红花牛西炖饭非常普通，就是我觉得我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吃到更好吃，而且是那种就算是路边的那种小小的家庭式餐厅的都比较好吃。妈咪点的那个面也是非常普通，就是还可以，但是就是不怎么样。然后它的面有一点太熟，然后妈咪说我是没有吃到蛤蜊，但是妈咪说里面有超级多蛤蜊的壳，就是她原本以为是沙子，但是结果是蛤蜊的壳没有处理干净。这一间 out of 5 stars 我给2颗星。早安，今天是米兰的最后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我已经在飞机上了。Cheers。我们这次来米兰好像没有做什么，我们没有出去玩什么，就是通常都在订货跟买东西，买我们自己的东西。然后还有我们有一天去五渔村，但是那天我大晕车，然后还有再加上我身体其实不舒服，所以感觉好像完全没有玩到。而且这次时间很紧迫，我们之前都会来半个月到大概16天、17天这样，但是我们这次只有来9天，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可以做。再加上米兰本身就是一个蛮无聊的城市，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没关系，我这次有产出小秘书日记，跟我吃吃喝喝的东西。Cheers。我要来跟大家推荐我最喜欢的前菜，就是这个帕玛火腿加哈密瓜。不要再说我是邪教了，超级好吃。超好吃。妈咪还是觉得我是邪教。